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們彰化旅行的第二天，下午來到彰化市，要來造訪八卦山文學步道。就從山腳下的停車場這裡出發，走到八卦山的大佛。那停車場這附近就有幾處歷史建築。我後面是八卦山紅毛井，這是相傳荷蘭人統治台灣的時候挖掘的水井。現在這裡有一座土地公廟。紅毛井前面這棟建築是彰化藝術館，前身是日本時代的彰化市公會堂。彰化市公會堂興建於昭和8年，1933年。哇，現在正在布置燈飾，所以到了晚上應該會燈火璀璨。前面那邊還有一個關於1895年乙未戰爭的展覽館。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跡館。乙未戰爭的歷史我已經很熟悉了，那所以要進去參觀，是裡面有防空地下道，那進去參觀一下。地下指揮室，這是戰後彰化縣政府開鑿的防空指揮室，長約140公尺。暫不開放，那我們就爬山去走八卦山文學步道。剛剛工作人員說，防空地下道因為潮濕漏水，所以現在封閉中。什麼時候開放還不知道。紀念館旁邊，這邊有石階步道。這石階步道就是八卦山文學步道，通往八卦山大佛。這是彰化文學館，這裡有八卦山文學步道設立緣起。這一條石階步道是日本時代彰化神社的參道。前面這裡的廣場就是神社的遺址。這裡有彰化縣文學史年表。哇，歷史源遠流長，我就不詳細介紹了。哦，這個簾子有神社的意象，左右參道有石燈籠。這邊還有一座鳥居，這應該是可以穿越。前面的太極亭就是昔日彰化神社的本殿。這邊有太極亭記，最早在嘉慶2年，當時彰化縣知事胡應奎在八卦山這邊興建的太極亭。後來日本時代在八卦山興建彰化神社，就在太極亭的原址。戰後彰化神社遭到拆除，政府在神社本殿的原址重建太極亭，就是現在所看到的太極亭。那八卦山是乙未戰爭最大的一場戰役的發生地點，所以戰後在日本時代，在現在八卦山大佛的位置，有立了一座北白川宮仁久親王的紀念碑。那從彰化神社到紀念碑之間有一座吊橋，那就在這附近，我們去看一下。前面是八卦山銀橋，是當年彰化神社通往北白川宮仁久親王紀念碑途中的吊橋。吊橋後來改建為水泥橋了。銀橋，民國39年12月，彰化商業銀行建。八卦山銀橋，建於民國39年，現在已經被登錄為歷史建築。
這個方向地面的指標是往銀橋飛瀑，不過今天應該是看不到飛瀑，因為這邊的溪澗沒有一滴水。我們就從這邊上行好了，待會回程再走八卦山文學步道，從太極亭那邊下來。這邊右側也有步道，我們繼續往上走，爬上來了。銀橋飛瀑，這邊沒有放水，所以看不到飛瀑的美景。文學步道就是從右側那邊上來。哇，這裡有一棵大榕樹。這一面詩牆是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寫的新詩《前進》。我們現在走往八卦山大佛，這是九龍池，這裡可以眺覽彰化市區的風景。前面那裡是著名的八卦山大佛，落成於民國50年。哦，這邊晚上亮燈的時候，八卦山會越夜越美麗。自古以來，八卦山就是台灣中部兵家必爭之地。所謂得八卦山者，得彰化城。所以林爽文事件時，這邊曾經有激烈的戰鬥；大橋村事件時，這裡也有激烈的廝殺。而乙未戰爭最大的一場戰役，就是發生在八卦山。要吃黑豆坚果，有南瓜子。八卦山大佛，歷史建築。哦，這石獅看起來蠻有歷史的。八卦山大佛原址是日本時代北白川宮仁久親王紀念碑。这裡有12生肖的雕像。這是八卦山大佛的2樓，佛陀誕生，魔女誘惑。佛陀在菩提樹下遇到魔女誘惑，這是佛陀說法，只開放到4樓而已。回到1樓了。大佛後面是大佛寺。1樓是大成殿，主位是供奉孔子的神像。大成殿裡面有供奉孔子的神像，不過一般的孔廟是不會有孔子神像，只有孔子的牌位，因為孔子是人，不是神。我們今天本來還想造訪八卦山的天空步道，不過今天早上在員林散步，走得蠻累的，所以我們今天就造訪八卦山文學步道就好了。那現在就要從大佛這邊走文學步道下山。天空步道我以前已經造訪過2次了。我們回程走八卦山文學步道，剛剛沒有走的路段。這裡有指標，往太極亭。這邊沿途有台灣作家的作品。
走下來很快就抵達太極亭了。既然是造訪八卦山文學步道，還是要介紹一下台灣文學的作品。我後面是賴和寫的詩，這是賴和寫的詩，《讀台灣通史之七》。其中黃虎上廬深，國建共和怎不成？天與台灣原獨立，我宜記載欠分明。八卦山牌樓已被登錄為歷史建築。彰化縣立圖書館。我回到彰化市公會堂了。這是最近審議通過，被登錄為歷史建築。日本時代的消火栓，現在稱為消防栓。半縣古城，慶典之都。半縣是彰化的舊稱。我們今天的八卦山文學步道之旅，就在彰化市公會堂這裡結束。謝謝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，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，歡迎您點選網址，打開地圖，作為旅行的參考。